走投无路的賈躍亭怎麼突然就起飛了？上圖是前幾天懂王長子小特朗普直播時的片段。在這場直播中，他公開力挺賈躍亭，盛讚以 FF 為代表的美國本土 AI 創新企業積極推動了美國製造業的升級和經濟增長。一家在中國聲名狼藉的車企，竟能獲得大洋彼岸皇親國戚的背書，難道賈躍亭真的要起飛啦？對於賈躍亭而言，7月可謂捷報頻傳。先是 FF 旗下第二品牌 FX 發布的2款新車大獲成功，據稱發布會當天便斬獲了超1萬輛訂單，這讓賈躍亭在現場笑得合不攏嘴。他又使出了祖傳絕技，深情描繪洛杉磯是一座夢想之城，將現場的賓客感動得一塌糊塗。然而聯想到 FF91迄今為止僅生產了10幾輛戰機，外界對於賈躍亭能否如期交付這1萬輛車充滿了疑慮。普遍認為這大概率又是一次主題老車。但是當賈躍亭亮出新車背後的制造商時，質疑聲瞬間平息。原來這2款披着美國制造外衣的新車，實則是長城魏派的高山系列。賈躍亭所做的主要就是把長城汽车的前臉的散熱格栅換成了一塊 LED 屏，其他的設計基本照搬。你可以質疑賈躍亭，但是必須相信長城的生產能力。区1萬輛對於長城來說，恐怕連塞牙縫都不夠。以為這就結束了？不，賈躍亭的表演才剛剛開始。緊接着，他又宣布 FF 獲得了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集團貝萊德的投資。截止到6月底，貝萊德已經購入539萬股法拉第未來的股票，持倉量較前一個季度暴增了7倍。你可以質疑賈躍亭，但是很難質疑貝萊德的眼光。這樣的老牌資本巨頭不賺錢的買賣是不會輕易出手的。一手握着訂單與長城的生產力，一手牽着全球最大的財團，賈躍亭似乎真的起飛了。未來的商業史或許會這樣記載：一個在中國欠下百億債務的男人，頂嘲諷與辱罵，在大洋邊含辛茹苦的造車堅守夢想，最終逆風翻盤，不僅還清負債榮歸故里，還留下了一家價值1000億的商業帝國。然而事實恐怕遠非如此簡單。首先，小特朗普的力挺頗為可疑，問題不在於支持是假的，而是在於其動機。 FF 迄今為止只生產了10幾輛車，真的能對美國製造業做出如此值得表彰的貢獻嗎？結合貝萊德的提前建倉，我們可以產生一個合理的懷疑，這又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資本棋局。要看清這盤棋，需要從去年賈躍亭提出的中美汽車橋梁戰略說起。導火索是拜登政府發布的禁令，禁止中國汽車進入美國市場，無論中國車企支付多高的關稅或直接赴美建廠，均无濟於事。此時 FF 的地位變得異常微妙，它是全球唯一一家由中國人掌控的美國本土車企。無論你如何嘲笑它只生產10幾輛車，它都擁有其他中國車企夢寐以求的東西，在美國本土生產和銷售汽車的資質。於是精明的賈躍亭提出了中美汽車橋梁戰略，邀請中國車企借殼 FF 進入美國市場，盈利後再按照比例分成。此提議一出，立刻吸引了多家國內車企的關注。據賈躍亭透露，已經談成了4家合作，長城只是其中之一。中國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性價比堪稱降維打擊，若橋梁戰略得以順利實施，幾乎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。這種情況下，美國政府的態度便至關重要，因為橋梁戰略是否合規，完全取決於他們的裁定。基於此，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，賈躍亭很有可能先找到了資本巨鳄貝萊德，闡述了他的構想。貝萊德評估認為橋梁戰略有利可圖，便為其牽橋搭線，聯繫上了小特朗普。小特朗普估計也以某種形式參與了合作並獲利，因此才會公開力挺 FF。這相當於為橋梁戰略提供了一種半官方的認可。貝萊德的回報是獲得了提前建倉的機會，現在只需靜待 FF 交車，只要能交付這1萬輛新車， FF 的股價還用發愁嗎？當然，上述的這些純屬猜測，若推測屬實，只能感嘆賈躍亭的命運實在是奇妙。11年前的一個無心插柳在美國注冊公司的舉動，竟然讓他今日獨享這份紅利，無需親自造車，只需要扮演中間商，貼個牌便能坐收差價。不可否認，其中也有賈躍亭個人努力的原因。當年他本可隱居美國，對國內的債務置之不理，但他寧可頂着嘲笑與辱罵，也要繼續經營 FF， 至少表面上展現出了償債的意願，這比那些一走了之留下一地雞毛的人強太多了。也許用不了10年，賈躍亭真能過上回國的航班了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